法治故事耐人寻味，不容错过。陈兰，你快去云南，你姐姐被人说是毒贩抓起来了。2010年5月5号，电话里传来父亲惊慌的声音。陈兰只觉得脑袋一懵。几天前，她的双胞胎姐姐陈波兴奋地说要去昆明看望大学同学，顺便去丽江游玩。怎么会突然去贩毒呢？难道是7年前自己的事儿？那是2002年春节，时年15岁的陈兰在湖南岳阳县8中读书，陈波在岳阳县1中就读，家中还有个弟弟。父亲常年在福建的一家玻璃厂打工，母亲留守老家。家里入不敷出，母亲时常抱怨。陈波成绩优异，弟弟年幼调皮，陈兰就成了母亲的出气筒。大年初3，在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又一次对陈兰大发雷霆后，她终于夺门而出。陈波在厚厚的雪地上追赶着妹妹，姐妹俩抱头痛哭。陈兰抹着眼泪，倔强地再次对姐姐说：“我不想读书了，想去福建跟爸爸一起打工，挣钱供你和弟弟读书。”这一次，陈波没能再劝阻陈兰。正月初9，陈兰在姐姐的陪同下到了福建。父亲见他心意已决，无奈地点头同意了。在玻璃厂打工的日子充满了艰辛，陈兰动不动就把手腕给割破。一次，他在抬玻璃时拉伤了左手，怕父亲知道后心疼，就一直瞒着。与他同宿舍的老乡郑珍珍看他边擦药边疼得呲牙咧嘴，就说：“你人长得漂亮，又上了2年高中，干嘛干这种活呀？我有个朋友在云南瑞丽做翡翠玉石生意，需要个会计，只要会算账就行，薪水又高又轻松，你要愿意，我介绍你去。”陈兰丝毫没有怀疑郑珍珍的话，当即满口答应。2003年3月3号，两人到达瑞丽后，郑珍珍带他住进一家小旅馆，说晚上8点紫源珠宝店的老板张子龙要来面试他。趁着陈兰洗澡，郑珍珍说去附近超市买点东西就走了。晚上8点，张子龙到了，陈兰拘谨地回答着对方的问话。没一会儿，张子龙就开始对他动手动脚。陈兰气得站了起来，厌恶地说：“你再这样我就叫人了。”张子龙却一把抱住他：“我跟你明说了吧，郑珍珍把你卖给我了。”陈兰愤怒的一耳光打过去，张子龙将他打得昏死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陈兰只记得醒来时才发现身上的衣服早已被脱光了。他发出一声尖叫，接着压抑地哭出声来。他知道自己被奸污了。那一刻，陈兰真恨不得一头撞死。张子龙威胁道：“你插翅也飞不出我的手掌心，就乖乖的听话帮我做事，否则我就把你卖到缅甸当妓女。”陈兰想寻找逃生的机会，虚弱地朝对方点了点头。随后张子龙紧紧拽着陈兰的手，将她带下楼，塞进停在楼下的一辆面包车里。就在他还没有坐稳时，左右两边车后门被打开了，2个男青年钻了进来，将他夹在中间。车子开动了。随后陈兰被锁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他颓然跌坐在地上，捂着脸痛哭起来。几天后，张子龙拎着个袋子进来，掏出几块白色砖状物和一卷黑胶带，让他绑在腿上。陈兰问是什么东西，张子龙恶狠狠地告诫道：“别问那么多，
这对你没好处。随后又扔给他一条宽大的迷彩裤，让他换上。陈兰从卫生间里出来后，张子龙和几个随从将他带到昆明火车站，买了一张当日昆明至福建的火车票，让陈兰跟一个绰号叫刀疤的人接头，将绑在腿上的东西交给刀疤。说完就将陈兰推进了进站口，他们则站在外面监视。陈兰一脸惊恐地走进车站，不敢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可他怪异的装束和惊恐的表情已引起安检人员的注意，他们用探头仔细地在他身上搜查，接触到腿部时发出嘶嘶的声音。陈兰顿时惊慌失措，求助的四处张望，发现张子龙一伙早已不见了踪迹。随即他被带进询问室，铁路公安局的一位女民警过来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咬着嘴唇，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嗫嚅着说：陈兰。随后女民警从他腿上搜出了那几块白色的砖状物，经查里面装着海洛因，共计净重185克。当他得知自己带的是毒品后，吓傻了。他哭着交代自己被老乡骗到瑞丽，随后被人强奸和被逼带东西的经过。当警察做完讯问笔录，拍下照片，再次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颤抖着小声说道：陈波。陈兰尚未成年，没有办理身份证，警察对他的话并没有怀疑。在讯问笔录上，他签下了陈波的名字，按了手印。第二天就被羁押进看守所，而对他所指控的强奸，因为证据不足，公安机关也无法立案。在看守所的体检中，陈兰被查出怀孕了，她的心仿佛在滴血。她知道孩子是强奸犯的，决定打掉，但还没来得及告诉狱警，就因为怀孕被取保候审了。懵懂中，她得知法律对孕妇有保护的规定，她痛恨肚子里的孩子，又庆幸孩子让她暂时躲过一劫。走出看守所大门，他租了一间不到20平米的平房，等待警方随传随到。取保候审期限长达半年。随着这个小生命在肚子里疯长，陈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容忍。经过几天生与死的激烈思想斗争后，他决定打掉孩子，然后回福建。因担心正规医院流产会被警方查到，他找到一家隐藏在巷子里的黑诊所。做完 B 超后，医生说马上就可以帮他做掉。为省下回福建的路费，他选择了较为便宜的传统人流术。2天后的一个夜晚，陈兰坐长途汽车逃回了福建。见到父亲的一瞬间，他的眼泪忍不住奔涌而出。担心年迈的父亲知道真相后承受不住，他强颜欢笑说自己在那儿多玩了几天。得知郑真真并没有回来，而他签的是临时合同，单位也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陈兰决定将这段耻辱和犯罪的历史永远尘封在自己的心里。他离开玻璃厂，到福建郊区一家灯具厂做了模具工。2005年8月，姐姐陈波考上了福州的一所大学。得知这一喜讯，陈兰当即将自己积攒的3000块钱寄给姐姐做学费。在陈波上大学期间，陈兰省吃俭用，也要保证姐姐的学费和生活费，这样她心里才稍许平衡一些。2007年初，爱情降临到20岁的陈兰身上。同样做模具工，比他大3岁的聂茂祥向他求爱了。聂茂祥老家在湖南湘潭农村，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来到这家工厂。他技术比陈兰好，
人也长得帅，性格开朗温和。其实陈兰早就看出他喜欢自己，而他也在心里默默地爱上了聂茂祥。但只要聂茂祥一提到爱情，陈兰就像一只惊恐的小鸟躲开了。聂茂祥不知道他心里所受的伤害，以为他是因为年轻羞涩。他用自己的勇气和真情，慢慢地将陈兰的心融化了。陈兰终于答应了他的求爱。2008年初，陈兰和聂茂祥从集体宿舍搬了出来，租房同居了。聂茂祥一再催促他办理结婚手续，陈兰都没有同意。话说云南警方这一边，陈兰半年取保候审届满，警方怎么也联系不到他，多次对他实施抓捕未果。2010年4月，云南警方在新一轮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中，开始对失踪7年的陈波进行网上追讨。而这时陈兰刚刚有了身孕，她已答应不久跟聂茂祥奉子成婚，只有婚姻的保护，她才会有真正的安全，只有孩子的到来，她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2010年5一假日，陈波应一个家在云南的女同学邀请去游玩。陈兰得知后心里曾经咯噔一下，她担心7年前的事儿东窗事发，但很快她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心存侥幸地安慰自己，这么多年都平安无事地过来了，案子也许已经了结了。哪知陈波刚去几天，他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得知陈波因为贩卖毒品被云南警方抓获。到达昆明后，陈兰想见姐姐一面，但没有被允许。从办案民警处，他得知陈波5月2号下午出昆明火车站，在接受民警的例行检查时，身份证一扫描到电脑就被发现，是7年前运输185克海洛因并逃逸的网上通缉嫌犯，当即对他刑事拘留。陈兰一个劲儿地说，我姐姐肯定是冤枉的，她不可能贩毒，也许是搞错了。当他声音颤抖地问警察，姐姐可能判多少年？民警说，因为贩毒数量巨大，而且在外逃逸了7年，行为非常恶劣，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陈兰悔恨的掩面嚎啕大哭，她在心里喊，我不能害了姐姐，我要救她。回到福建后，陈兰寝食难安。现在在监狱里的人应该是自己。在昆明面对警察时，他几乎就说出自己才是真正的罪犯，可他还是没有勇气。他怕失去眼下的这一切，怕亲人们唾弃他，尤其是那段被强奸的经历，在他看来比贩卖毒品更为耻辱。一天晚上，陈兰终于忍受不了内心的折磨，试探着问聂茂祥，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儿，你会不会原谅我？聂茂祥以为是陈波出事，让他胡思乱想，就说，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在你身边。陈兰一把抱住他，泪流满面地说，茂祥，我爱你，爱我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我只怕失去你们。聂茂祥搂住他，安慰道，姐姐的事你不要无端的受惊吓，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在一起。陈兰被深深的愧疚压得喘不过气来，严重影响了身体。孕检时发现胎儿几乎没怎么长，这是老天对自己的惩罚呀。他决定不再犹豫，要拿出真正的勇气去救姐姐。于是辞掉工作，到昆明守着姐姐。聂茂祥请假把她送到昆明。到昆明后，陈兰劝聂茂祥先回福建上班。
就在聂茂祥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陈兰躺在旅馆的床上辗转反侧，只有去自首才能还姐姐一个清白。在黑暗中凝视着未婚夫熟睡的面容，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已经做错了一次，不能再做第二次，对不起茂祥。悔恨的泪滴落在聂茂祥的脸上，他用手轻轻地为他拭去。2010年5月30日，把聂茂祥送上火车后，陈兰便直接去了派出所投案自首，如实交代了7年前自己因为畏惧假报姐姐名字的行为。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经过比对陈波的指纹，发现他并非当年的犯罪嫌疑人，而陈兰的右手指纹与当年嫌犯在讯问笔录上所按的指纹完全吻合。陈兰随即被刑事拘留。在拘留期间，经医生诊断，她已怀孕10周，于是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这次又是肚子里的孩子保护了她。6月8号，陈波被无罪释放。被监视居住的陈兰到看守所外接她，姐妹俩抱头痛哭。姐妹俩回到租住地，已经知道实情并回来的聂茂祥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给陈波接风洗尘。吃完饭，陈兰鼓足勇气将事情的真相说了出来。聂茂祥感到无比的震惊和心痛。沉吟了好久后，他哽咽着对陈兰说，那时你那么小，被人骗了，受了那么多的罪，这不能怪你。你忘掉过去吧，以后重新开始。陈波从网上查到云南振旭律师事务所张振宇律师是办理毒品案件的知名律师，于是打电话给陈兰，让他去找张律师。在未婚夫的陪同下，陈兰找到了张律师，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张律师有感陈兰姐妹情深，答应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她提供司法辩护。为了早日认罪服刑，也为了不让孩子出生后就见不到妈妈，更担心她长大后受到别人的歧视，陈兰在怀孕5个月时自愿终止妊娠，到医院接受了引产手术。8月17号，聂茂祥再次将她送到昆明，陈兰当天被依法逮捕。9月30号，昆明铁路检察院以陈兰涉嫌运输毒品罪，建议量刑9到10年，向昆明铁路中院提起公诉。10月21号，法院开庭审理。张律师提出，陈兰小年纪就独自离家在外打工，受他人胁迫实施犯罪，当时尚未成年，又属自首，从而请求法院对陈兰免于刑事处分。而陈兰自愿终止妊娠的行为也震撼了公诉机关。11月29号再次开庭，公诉人更改为4到6年。昆明铁路中院充分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最终判处陈兰4年有期徒刑。好，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